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那感觉很久呢没有坐在这个位置来跟大家做分享，因为我之前呢都在忙我的八字课程所以这2个月呢，其实是我有一点忽略了这个频道。不过幸好有些朋友呢还是会提醒我来说，记得要更新每个月的运程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月份，也就是我们6月庚午月将会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能量讯息。那以下呢就是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庚午月的事情啦。那首先第一个庚午，大家看到呢，这个庚上面呢是属金的，午呢里面的主气是丁火，所以呢下面有一把火，上面呢是一个金属，大家会想到什么呢？这个火是不是在烧这个金属呢？因为我们在五行的关系里面火是克金的，所以呢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打铁，或者呢你要做一把武器的时候你要去炼钢，你要去用火去加热，然后去呢铸造这把武器出来。那这个庚午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啦。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打造的过程你都要耗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力气去做这回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月份呢，大家可以承受一点的压力，还有一点的挑战。如果呢你是有什么目标在进行中的，那这个月份呢也是一个很好让你去专注，然后去做这回事。因为呢打铁它是一个非常专注，然后非常长期在做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一个动作嘛，我们在一直敲，然后我们用很高温很热的一个火不断的去烧那个金属的时候，我们才能产生我们要的那一个成品。这个挑战呢不像过往的一些月份，它纯粹只是来给你挑战或者让你不舒服。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好像炼钢的过程，所以到最后呢，如果你真的可以坚持下去的话，其实你是会得到那个回报的。所以大家不要听到挑战或者问题又开始惊慌了。那这个月份呢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呢我要分享的第2点，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月份是5月，对吧？是马。那大家在年头的时候如果有看我的12生肖的运程视频的话，大家记得马今年的吉凶星是如何分配的吗？你会看到呢，属马的今年其实是一堆，我只能用一堆的凶星来形容啦。那吉星呢，只有那零星的几个。凶星的话，我就这里列举给大家看，你们看名字，你们都可以猜测。其实呢，马今年不是那么的理想，它呢就是充满着灾难，充满着问题，还有挑战。那它的吉星呢也是非常的有趣，它叫解神，还有天解。那这2个呢都是有解这个字在里面，所以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经历了这些困难、这些灾难、这些挑战过后，这个解呢就是解神还有天解才来解救你从这个困难里面走出来啦。所以呢你一定要经历过那个难题，一定要经历过那个过程在那个属马的运势视频里面我就跟大家说了，其实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有马的话，就是这个午你要学会的其实是如何去管理这些危机。无论你是出生在马年、马月，就是现在就是6月，就是马月、马日或者马时。50的话就是我们的中午11点到1点，你要学会的就是要如何去管理这些危机啦。那其他人如果没有八字没有午的话，你们经历的这个5月也是一样的，你们要学会的是如何去应对外面 OK， 因为流月呢它是一个外在的能量来到你这里，所以呢很有可能是你外在
遇到的一些人、一些事物啊，你要去如何化解掉这个难题啦。如果你的八字没有5的话，有其他什么生肖啊，会更容易受这个月份的能量影响呢？就是说啊，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有未 ，OK， 也就是阳，无论是出现在年、月、日、时的话，你呢会更容易吸引这个庚午的能量来到你这里。那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就要看你自己本身的情况如何了。因为啊，有时候合呢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它代表了是说你跟这个月份的能量呢更加的同频。那如果这个月份的能量频率不是那么好，如果你还跟它同频的话，会产生一个怎样的效应呢？如果你有这个位的话，我也希望啊，你可以多留意自己的这个能量频率啦。因为呢，你一定要啊高过它，你不要呢受这些所谓的问题挑战啊被它拖累下去。那另外一边呢，如果你的八字有子的话，也就是老鼠啊，在年月日时有子的话，你呢跟这个月份啊是属于相冲的一个情况。那冲啊，你就会说哦，那不是很好吗？因为我跟他冲，所以呢他不会来接近我。那其实不是啊，而是打开大门迎接他进来。你呢会特别关注到这个月的能量，然后呢你要去对抗它。所以呢，你会比合的这个反应啊来到更大一点。那唯一啊比较没有这么大反应的是其他的生肖，就是说，如果你的八字里面没有午、没有未、没有子这3个的话，那这个月份的能量可能对你来说就普普。OK， 好，那希望啊大家可以多留意以上的3个情况啦。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10个日主啊，在这个月份可能可以多留意的一些情况是什么了。那首先呢，你需要懂自己的日主是什么了。我这里呢就标记的那个日主是在哪里，大家只要去看这个部分，你就会知道了。好，首先第一个呢，甲木这个月啊是七煞还有伤官的月份。那这个七煞和伤官啊结合在一起的话，在传统上来说啊，其实不那么理想，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活跃、非常刚烈的一个能量。但是呢，结合到这个甲木里面啊，其实呢反而可以产生一个不错的情况。那大家记得这个月份啊，其实是一个打铁的过程，对吧？那打铁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很多的火？那这个火是从哪里来呢？其实是我们要放更多的木的元素下去，对吧？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啊，这里甲木去生火，也就是这个丁火。那这个丁火呢，有足够的能量，就可以去克这个金，这个庚啊，又可以再来克这个甲木。那你会说啊，为什么甲木需要被克呢？因为呢，这个甲木啊，如果没有一个克的过程，就是被克的过程的话，你可以想象呢，它只是一个没有太多用途、没有太多作用的一棵树。啊，大家记得吗？甲木就好像一棵树，那它要有一些作用的话，它其实需要去砍伐它，然后去进行一些加工，那到最后呢，它才可以成材。OK， 所以甲木啊，这个月份就有一点像你在经历一个锻炼过程。那这个锻炼的是什么呢？是你的领导还有领袖特质。甲木啊，这个月份呢，很适合去锻炼自己的声音，属于自己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呢，去为你的这个价值观去奋斗，然后把你的这些想法还有看法传播出去。伤官啊，还是一个非常向外表达、向外扩张的一个能量。所以呢，甲木这个月份呢，可以去把你自己所坚信的一些原则、一些价值观啊，
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啦，然后成为那个领域的一个领导。好，这是甲木。那乙木呢？这个月份是正官还有食神。那乙木啊跟甲木啊有一点相似，他们呢都是在生旺这个火，因为他们本身是木嘛，所以呢他们在不断的在强化这个丁火，然后让这个丁火呢可以去克这个金。但是呢对比甲木啊，乙木用的一个方式是比较柔和一点点，比较温和一点。因为啊正官呢比起七煞是会比较柔软一点，它没有这么的强势或者冲动。另外呢食神啊也是一个很内向，相对于伤官啊它没有这么的外放奔放，所以我们结合两个来看的话，它是有一种以长期稳定然后比较保守的一个方式啊在锻炼他自己。英文啊就是说 slow and steady， 所以乙木啊这个月份会比较耐心一点点，他们呢看目标啊会看比较长远。那和这个庚午的能量啊算是比较匹配的一个情况，因为呢庚午就是一个打铁的情况嘛，所以呢它也是需要一点的耐心，还有一点的时间，它才会有结果。相对于甲木就没有这么的急躁或者这么的张扬，乙木呢会比较内敛一点去做这件事情了。好，这是乙木。那来到丙火的话，这个月份走的是偏财还有劫财的月份。那大家看到啊，财跟劫财，所以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有钱，但是呢同时又被劫走。那来到现实生活的话，我会说啊，这个代表的是你要先给，你才可以有得。劫财就是给的部分，偏财呢就是得的部分。所以呢丙火可以先去思考自己本身这个月份有什么东西啊是可以无条件或者呢免费的给其他人的。它可能啊是你的一些产品，你的服务，甚至啊你自己的一个时间，你先通过一种付出，一种给予啊，你过后呢才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回报。那这个的能量啊其实也蛮符合丙火的一个情况啦，因为丙火呢通常会比较慷慨一点点，那对于自己的钱财，对于自己的时间精力能量，他们呢都会比较愿意的去给予别人啊。所以呢你们丙火啊这个月份就做回自己就可以了。OK， 那当然啦，你在给予的过程呢也不要过度的消耗自己啦，因为毕竟呢这个劫财还有偏财的能量啊都是一个消耗能量的关系。虽然说啊你本身是一个太阳，但是呢也不能无节制的给予啦。所以呢各位丙火啊要多留意这个事情。那另外呢，因为这个劫财啊虽然说它是来给出去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其实啊你通过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也会呢突破这个所谓的困境，或者你现在所处于的一个竞争的情况。因为劫财啊说的就是说有另外一个可能跟你做同样事情，或者呢跟你很相似的一个人啊，也是在跟你竞争同一个资源，跟你竞争同一笔钱。那但是呢你用一种反策略，你呢不去争，你反而先去给。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啊，反而会给你带来好处，然后呢你甚至啊会赢过对方。丙火这个月份的能量啊就像是这样子了。好，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这个月份是正财还有比肩。那看到丁火啊，我们这个月份本身啊就是有一个丁火在那边，对吧？所以呢你这个丁火啊就是在继续强化这把火啦。那所以呢你做的事情啊就是真正这个月份在做的事。所以呢你啊就好像再加一把火下去进行这个炼钢的过程。
所以呢，对你们来说啊，这个月份要更多的一些专注还有决心啊。所以啊，这个月份更多的专注还有决心啊，是你们这个月份的主题啦。正财啊，通常啊都是一个比较专注、比较负责任的一个能量，因为呢，他就是要去完成一个事情，他们很看重这个事情的结果。所以啊，如果你之前啊有遗留一些什么事情还没有完成，你在拖延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月份呢是很好让你去做这回事啦。不过跟丙火一样的，因为呢你们啊都是在耗能量的一个情况，虽然呢丁火对比丙火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呢下面的是比肩，就是说你跟那个月份的丁火是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所以更多时候啊你会感觉更舒服一点点，它没有这么的挑战。那丁火啊，只要基本上看我前面2个的那个建议啊，然后去加大那个力度做那件事情啊就可以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那接下来呢，第5个我们来到戊土。戊土这个月份是食神还有正印。那戊土啊，这个月份呢就有一点像，他看到有一个人呢在打铁，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方法或者这个过程啊太平凡了，太无聊了。那他想到啊更创意、更新的一个方式啊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好像有很多的新点子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戊土啊这个月份很有可能呢，你想进行一些新的尝试，或者呢有很多的点子在你的大脑里面。那这个情况啊，有时候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啊是一个无法专注，然后很容易受到其他讯息、新的一些点子所困扰的人啊，那我会说呢，这个月份可能对你来说不那么的理想。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很好专注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的话，那这个月份对你来说还蛮不错的。因为很有可能啊，你会发现呢，之前的一些方式不太行得通，那你很想去改变，然后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当你在尝试或者向其他人啊提出这个新的建议的时候，你需要呢提供更多的一些数据或者一些理据啊给对方来支持你的这个想法。那大家看到吗？其实食神就是新的点子，理据呢就是正印，所以呢你要用这个正印，也就是这些比较理性的、比较逻辑的数据的，去支撑你的这个食神的部分，就是你的点子、你的创新。OK， 那这就是戊土了。那第6个呢，我们就来到己土。己土呢，这个月是伤官还有偏印。那它跟戊土啊也是非常相似的一个情况，它呢也是想改变一个原有的做事方式，只是呢它会比戊土啊来得更极端一点点。因为呢这个伤官啊跟偏印呢这2个能量啊，在我们的食神关系里面，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创新，然后非常探索型的能量。所以呢，对比啊戊土那一种比较温柔，然后比较委婉的去改变方式啊，己土呢会直接说，或者直接呢表达自己的不满。他觉得呢这个的做事方式，好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打铁的这个过程啊，是很有问题的。他觉得呢我们要用一些更创新、更前卫的一个方式去做同样的一个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啊，大家呢也要分2个情况来看。首先第一个，如果你现在在面临的一个情况是有一点死局，是一个非常卡顿的情况，那这个月份的这个能量啊，就会对你非常的有帮助，因为它可能呢可以帮你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
这两个能量啊，伤官跟偏印呢，都是代表新的可能性。那另外一个情况呢，是如果你本身啊在做这个东西啊，已经是非常的有效，已经呢是非常成功的，那你可能啊就会受这个月份的这种比较活跃、比较激进的情况所影响。因为呢，你会开始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东西太无聊了，太沉闷了，太一成不变，那很想啊来做一点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啊，有时候呢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啦。那所以你们要先斟酌好，要思考好你们的这个新的方式，真的是更有效的去做这个事情吗？还是呢，你只是在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些面子问题啦？因为啊，这个伤官呢是很看自己的面子的，偏印呢又说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们也是有一点的面子问题。所以呢，你要大家思考清楚，你要用这个月的能量还是不要用 ？OK？ 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比肩还有正官的月份。那庚金啊，跟刚才的丁火也是非常的简单。因为这两个元素呢，都是这个月份的主要元素，只是呢，丁火啊是去克这个金的元素，那庚金呢反而是被这个火去克的元素，所以呢，丁火啊是打铁的那个人，那庚金呢就是被打的那个人 ，OK， 所以庚金啊这个月份呢是更好去锻炼你的一个韧性。一个坚韧度，那当然啦，我相信呢，对庚金来说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本来的一个性格特征啊，就是可以非常承受这些挑战还有压力的日主啦。而且啊，甚至呢，如果他们没有这些挑战，也就是这个丁火来克你的话，反而呢，对庚金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我们的10个日主里面，这个庚金啊是非常需要这个丁火的元素的。你可能会觉得，丁火，那丁火不是来克这个日主的吗？对，有一些日主呢，就是需要被克，那它的这个作用，它的这个用途啊才会出来。那这个庚金啊，就是其中一个日主啦。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没有被提炼过、没有被打造过的一个金属啊，其实就好像一个废铁这样子啦。OK， 它的用途呢不大，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啊，有时候庚金自己本身的一个性格啊，我们也可以说比较犯贱一点点，就是他们呢通常看到难的事情，他们才会喜欢，他们特别呢喜欢往难的地方去。所以呢，这个月份呢，就刚好啊是非常符合他们的一个内心特征啦。所以啊，如果你是庚金的话，你本身在事业上面没有什么目标的话，你也可以好像去锻炼身体啊，去做 gym， 去学瑜伽，这些都是很好去提升你这种坚韧度的一些事情啦。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走的是劫财还有气煞的月份。那对比庚金啊，辛金呢这个月份就不太理想，因为呢这两个元素啊都是辛金不太需要，或者呢对他来说遇到的时候会比较困难的元素。因为劫财啊，就是说你本身呢很容易被拿跟这个庚金啊做一个对比。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很有可能你遇到很多的竞争对手，或者呢别人啊很喜欢拿你来做一个对比，甚至呢来批评你说为什么你不能跟另外一个人一样。我为什么会说批评啊？因为下面呢的元素是气煞，别人说的话或者你遇到一些事情啊，可能你都会诠释为一种比较有敌意、比较不友善的东西。然后辛金本身啊，也是比较注重个人的一个表现，
个人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当他们被这样子比较的时候，他们内心呢反而也会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然后甚至呢做出一些比较不那么理性的回应。所以心经在这个月份我会给的建议啊，就是要保持冷静，然后尽量呢不要去跟别人做一个比较，你们做的是默默的去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专注在你自己的一个专长上，然后尽量呢不要去受你心经的这种要表现的一种特质啊所带着走。我要你专注在自己身上啊，也是因为这个劫财的能量。劫财通常就是说你要跟别人竞争或者进行一个比较，但是呢，你相对于其他的日主来说啊，比较不喜欢比较，这个是你们的一个个性，你们天生的一种特质。那你们要改变的话，你们就是要专注在自己的强项就好了。你们呢，不需要太过在意、太过关注别人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呢，心经啊，它最需要的就是一种独立性，然后可以呢，在这个所谓的平凡人群里面站出来的一个能量。所以呢，你们这个月份啊，就尽量的去锻炼自己一种专注，然后把其他的杂音都模糊掉的一个能力啦。那第9个呢，我们就来到壬水。壬水这个月份走的是偏印还有正财的月份。那壬水这个月份呢，跟其他的日主啊，又有一点特殊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啊，这个月份就好像所有事情呢都已经完成了。那是不是真的完成，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月的事情呢是已经完成了，而他们呢已经要开始一个新的旅途，他们要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那你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比较集中在某一个方向上，先去决定啊，你们要探索的一个方向啊是哪里。这个呢，就好像你要航海的话，你呢不是拿一艘船啊就直接出海，然后那个呢只是随意的一个漂流，或者呢只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情况。我们要做的是，你要往某一个目的地去，但是呢，在这个旅途里面啊，你在走到那个地方之前，你是呢可以绕不同的地方，可以去尝试不同的道路或者不同的方法，最终呢达到那个目的地。那所以呢，首先首要的条件，你也是要先设定好自己的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壬水呢这个月份啊会比较容易的失去一些方向，那就有一点可惜啦。如果你真的可以设定好一个方向的话，我相信呢这个月份呢你也会有所收获，因为毕竟呢我们这个丁火啊对你来说是正财，正财呢通常代表的就是会有一些结果、一些收获回来给你啦。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来到癸水。癸水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印还有偏财的月份。那癸水相对于壬水来说啊，他们这个月份呢反而不是一个探索的月份，它呢更像是他们已经有一些机会，或者他们自己本身有的资源一些情况啊，是可以来发展的，可以来进行一个扩张的，可以继续的去把它做得更大或者更好的。所以这个月份呢，癸水的人啊，就要多留意自己现在本身手头上有的一些资源，或者你所懂的东西啊，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呢可以如何有效的去利用这些资源，然后把它们的价值啊发挥到更大。就好像可能呢你是在拍视频的，你是一个网络内容创作者，那你做这些呢都是免费的，你只是呢不断的在传达内容、传达讯息，或者你在教导你的观众某一件事情。
那现在呢，你可以去想的，你是否有一些机会，可以有一些内容，把它变成好像需要付费的频道，或者呢一个课程啊，来教导大家某一方面的知识。那这些呢都是可能癸水啊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当然啦，如果你不是这个工作的话，你们呢就要懂得要如何把这个能量运用在你们其他的工作或者领域里面啦。因为正印跟偏财啊，基本上代表的就是说你现在手头上有的东西，可能呢它的价值啊大过你所认为的那个价值，所以呢你要做的去挖掘更多它是否有其他的用途，或者呢可以给你带来其他的机会或者变现的一个情况。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啊，在这个庚午月你们会有的一些机会，还有需要留意的事情啦。那你们的日主啊是哪一个呢？那记得在下方的留言区啊，让我知道，然后还有你们打算做什么事情啦。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